全职妈妈这个身份曾经让我很自卑，很有羞耻感。孩子小的时候，白天时间基本上都是碎片化的。孩子哄睡了之后，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3点。这个3平米的小阳台就是我的工作空间。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一次对自己的审视，我觉得这是大部分普通人的现状吧。孩子可能你需要自己带，收拾卫生啊，然后做饭无限循环的琐事，看不到你有什么明显的贡献。妈妈很多的辛苦都被抹去了。孩子1、2岁的时候，就想着要不要回到职场，面试了几份工作都没有结果，断了所有的退路，就只做手工这一件事看看。羊毛毡跟莫迪里安妮的人物油画作品结合了一下，很多都是女性形象。戴帽子的让娜，长长的帽檐下边隐藏着她一张忧郁的脸。孩子大点了，开始回顾前几年这些经历嘛，把每个阶段具象在一件雕塑作品上。产前你的胸就是平平正常的胸，然后肚子却吹得很大，很慈祥的在憧憬着这个小朋友的出生的到来。生完孩子之后，胸就胀起来了，但是你的肚子又瘪瘪的，一堆褶皱的皮肤堆积在那里，仰着头，带着一丝倔强的，不想让自己一直沉浸在压抑的情绪中。当时我旁边产床上的一个产妇，她是整个产房里叫的最大声的。突然她盖在身上的床单滑下来了，我才发现她有一只断腿。在展览的时候，有一个小朋友问他的妈妈，为什么她是断腿的呢？孩子好像立刻就领悟到了，作者是不是想要用断腿的形式告诉我们她很痛。女性在哺乳期间跟一头奶牛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。第一排乳房它是很胀的，胀奶，然后会有漏奶，随着孩子喝奶就又稀瘪了，最直观的表达乳房的变化吧。有时候觉得这个乳房好像它是公共的，7大姑8大姨然后过来都可以捏一下，就好像也挺没有尊严的一件事儿。我觉得产后抑郁一方面是激素会直接影响到你的情绪，那个时候我就经常看见桌子上的白开水我都会想哭，看着窗户就觉得跳下去也就那么回事儿。身边的老人啊，丈夫啊，给的关心和理解太少了，你跟他诉说他也理解不到，怎么你会有点矫情呢？挺多私信都是全职妈妈的，说看了你的作品，激动到从床上翻了个身睡不着，第一次发现我也可以给别人力量。那段时间孩子是特别淘的，我就觉得他就像一个小猴子一样，唐僧念经，有一点佛像的一个女性形象，半闭着眼睛。我真的好想有点自己的时间去思考我自己的事情。我觉得男性不像女性，父爱不是天生的。孩子1、2岁的时候，要不是都没换过几次。我性格中的更讨好型人格吧，现在已经开始慢慢调整了。很多事儿我就不做了，我会告诉他你来做吧。我妈妈就是一个比较柔和而且很有韧性的女性，她的生活里没有自我，就只有家庭。我问过，我说妈妈你有什么梦想吗？她说我的梦想就是你们活得好。对待婚姻和生育，他们是必选题。到我们这一代女性，我觉得我们把它变成了可选项吧。我最累的时候都没有后悔过，压抑的负面的一些能量其实不是孩子带给你的。19年的时候，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去世了，看到他就躺在一个又小又窄的棺材里，一种巨大的虚无感。
回到酒店，小朋友就扑过来抱着我，妈妈妈妈。那一刻是小朋友拯救了你。孩子正常的上学了，我的时间就多起来了，想出去看看。第一次个展成为妈妈，给有共同经历的人一种共情。只歌颂伟大，我觉得那会变成一种枷锁或者是绑架。我们也应该去歌颂平凡，歌颂普通。作品越来越多，收到的正向反馈也越来越多。希望全职妈妈这个群体得到更多的认可和理解。